老铁们，你能想到吗？今天我接到一个任务，就是帮这家公司来调试网络，也包括安装吧。那时候他给我的设备是这个华为交换机，那时候我以为它的机房啊，还有网关啊会特别厉害。那时候以为机房是这样的，或者是这样的，再不济这样也可以啊。谁知道它的网关是这个？我的妈呀！他们是怎么配的？这个交换机又怎么鬼？这可不是临时的，这是他们很认真的，就给我配了这个来当网关。然后他们这边原有的设备是这个还有这个，然后至于 AP 码，就是好几个。我在想的这是什么组合？那意味着这个小东西真的没什么东西，这小东西要支撑了这些办公室，还有这边这些，我刚才拆了这些面板，等会把它打上。还有那边那房间，我不知道这边网络流量多少人了，为什么是这样配哦？我也是感觉很奇怪呀。你要说来个便宜的交换机，我还能理解，但是你再来这个交换机，那又什么鬼？那时候我拿到这交换机这一刻，我就知道不简单。谁知道出乎意料，因为一旦上这种交换机的话，它那些路由器啊什么都是比较牛逼的了。我这边的任务只是负责安装调试，因为他们我会安装调试这玩意，我这边是把这些给拆下来，给它全部打上，还没有打上，不敢想象到时候网络会怎么样，也可能比较好用，也可能不好用。当时机房我也是找了半天，你们猜机房在哪呢？机房那边全部找完了。当时我进来杂物间，一下看到这里也没网线呢，后面找了半个小时。我的天，他们放在这里，这很迷惑啊。当时我在这里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他们把机房放在天花顶上呢，有些就这么放，真是谜一样的操作。今天我朋友喊我过来，他说他遇见了一件很怪的事，就是他那个硬盘老是初始化的时候就异常。我这边过来再重新初始化看一下，到底是不是跟他所说的一样。他这边向我保证，他带来的硬盘都是全新未开封的。他已经带了两三块硬盘过来了，还是一样的结果，初始化到20%，然后直接就异常了。他和我说带回去的话，那硬盘就正常了。我这边试了下，果然也是异常。后面我看了下这个电源，我心里就有底了，因为这个不是原厂的电源，上面写的12伏1安。他这边的原厂电源不知道丢哪了，我这边临时选了一个电源，这个是12伏2安的电源，其实也不是原厂的电源。我先插上去，等它开机，给大伙看一下结果。大伙有没有发现，它这次开机突然多了雪花？刚才的画面可是没有雪花的。我这边先开机初始化下硬盘，看一下有没有和我想象的一样。大伙也可能觉得是录像机问题，我朋友也带了2个新的录像机过来，一样，都是那硬盘初始化失败，所以他都崩溃了。这是我换上其他电源之后的效果，等它初始化中。至于这是为什么多出了雪花，等会我再向大伙解释一下。看，现在初始化它居然正常了，大伙知道什么原因吗？这边我和大伙解释一下原因，是这个电源作祟。这个电源它只有12伏1安，
伏数够了，但是安数不够。硬盘运行到一半的时候，安数不够，它直接就给断电了。另外，这个电源它不是原厂的，插上去的话多少会有点雪花，所以我还是建议用原厂电源比较好一点。不过原厂电源用久了，它也会出现这种情况，这很容易误会是硬盘的问题，后期买了硬盘换上去还是一样的结果。所以硬盘认不到，先考虑一下电源的问题。这个精明书当时花了700多块钱买的。先看看它的接口，它这边有个网线主接口、电话线接口，还有个视频接口。侧面的话多了个 PoE 拼接口和个网络寻线接口。好了，这边先开机，看看它有什么功能。这边通断测试，它可以测网络线、电话线和电视线。第二个是端口闪烁，就是让交换节灯闪烁好找一点。它的巡线有常规巡线、PoE 交换机巡线，还有一个大功率巡线。它这个多了2种巡线功能，还是挺方便的。然后拼的话，这边的话每次都要初始化获取 IP 地址才能拼。如果你没插上去的话，它是网卡是初始化失败的。后面是强度测试和 PoE 测试。这个巡线仪花了我700多块钱，我这边就测试一下它到底值不值这个价。先讲通断功能测试。我这边用一条网线插那个网络主接口上，它这个4个口还是挺麻烦的，我经常插错。其实它这功能的话比较鸡肋，因为插那个没电的设备，它显示只有4根芯是正常的，但是我这个网线是8颗芯哦，所以我觉得它这个功能真的不太友好。它这边必须要插上这一端，才能显示那个网线有没有断芯。这个的话说白，这个功能不太好用，因为100多块钱的设备也能实现它这功能，而且能做得更好。我这么一测，1到8都没有断，答案很准确，对吧？再说说它的端口闪烁功能，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它这端口闪烁的话，让我就感觉很不好用。我这边已经开端口闪烁了，但是它一点都没有闪。之前我用过一次，它闪，但是那频率太低了，10秒、5秒才闪一次。这次是压根不闪的，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我没有插错口。要是实战的话，真的一点都用不上，而且还要浪费你大量时间。也可能是我不会用吧，买了好几个月了，就丢在这里。下一个网线长度功能测试，其实这个功能对我来讲的话也是比较鸡肋的。我先拿一条短的网线来试一下。它这边的话还要插上面那个口，网络主接口，插其他口用不了的。我这边选择5类网络线，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它是显示我线缆开路，或者是太短，所以我这边就测不了。但是之前是可以测的，我这边再确认也没有插错口，所以我只能换条长一点的网线来测一下吧。一样是插那个网络主接口上。网络线长度测试还是这种结果，说白了这项测试的话还是比较鸡肋的，因为之前我测试过，它那长度有时候不准，比较耽误人吧，给人家一种错的感觉，所以这个功能的话我感觉可有可无，就算你测出来也没有什么用，线的长度就摆在那里了，你总不能说把它弄长吧，对不？所以你知道和不知道好像意义不大。既然这个设备是拿来巡线的，我后面就发2段实战的视频给大伙看一下它的巡线功能测试。这个设备给我头疼的就是它要么一起响，要么就不响，所以我不知道是哪一条，这让我找线的话真的是头疼。大伙能分辨出到底是哪条吗？我这边再换一个场所，一样的，这2条好像是其中一条，但是事实上这2条都不是我要找的那条线，这让我实在抓狂。
我这边就拿这个便宜一点的设备来试，也是一样的结果，也不知道是哪条，但是它至少有个网络接口插上去，我插这条试一下，没有亮，那么不是它。我这边下一条插上去，它也没有亮。这100多块钱的设备怎么说呢？它有这个的话，准确率就高达100%嘛。后面就是拼的测试和那个 PoE 的测试了。其实这两个功能也是比较鸡肋，拼的话基本都带电脑了，再加几百块钱买个工程宝，它不香吗？对吧？好了，本期就结束了。